相信大家在开发过程中一定有遇过会需要截图或录影的状况。通常大多数的人都会直接用剪取工具或 OBS 录影的方式去写取画面，但这样写取的效果解析度不够之外，还很常写取失败，比如音画不同步或没有透明度。那如果我说有更简单的方法呢？大家好，我是技术人员 Ron。今天这支影片我会说明3种在 Unity Editor 中写取画面的方法，最后一种方法是最方便的录影方式，一定要知道。如果有想要看的主题，可以透过时间轴来选择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就直接开始吧。首先是 Screen Capture 点 Capture Screenshot 这个方法，我们先直接看程式码。Screen Capture 点 Capture Screenshot， 这是 Unity 内建最简单的截图 API， 它会根据你的 Game View 视窗的大小去截取画面。前面这个参数是存档位置，它会存档在你设定的路径上。那后面参数这个是可以让画面尺寸放大几倍。接着这边来逐一说明功能的细节。这行 Menu Item 是 Unity 内建的功能，功能是在 Editor 顶部菜单新增一个 Screenshot 到 Take Screenshot 的功能选项。后面这个是设定快捷键用的，这里的意思是 Ctrl 加 Shift 加 K 就可以快速的执行拍照功能。因为要使用 Menu Item 的关系，这个程式要放在 Editor 的资料夹内才可以使用。不过要特别注意，因为是 Editor 程式的关系，要避免 Build 出来出错的话，就要加上编译选项，把这工具限定在 Editor 才能使用。接着是存档位置 Application 点 Data Path， 这个路径就是当前专案 Assets 资料夹的路径。后面这段的意思就是当前资料夹往上一层，所以就会是在当前专案的资料夹。Combine 的意思就是合成路径，所以最后路径就会是在专案上另一个 Screenshots 的资料夹的位置。接着下一步就会先检查对应路径上有没有需要的资料夹，如果没有的话就会创建。接着是存档名称的部分，这边为了避免混淆，这边就追加日期跟时间来做档名区分。把这个程式写完并放到 Editor 资料夹后，我们就来直接执行看看。可以看到在顶部的菜单就有刚刚设定的拍照功能，而且不论在非执行或执行状态下都可以拍照。我们这边可以直接执行截图的功能，可以看到它有显示拍照存档的位置，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刚刚设定的存档位置。找到对应的资料夹，就可以看到刚刚存档的照片了。但这个方法有个比较大的问题是，它无法存取透明背景，这样在做一些素材图片截取的时候很不方便。所以接着要介绍第二个方法 ，Render Texture 的截取方式。这个方法跟第一个方法大同小异，不过它是透过 Camera 来截图的，所以如果场景上没有 Camera 就会无法使用。但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截取纯透明的背景。我们可以在刚刚的程式底下追加新的截取功能程式。上半部的程式与刚刚大同小异，下半部的部分才是重点。简单讲一下这段程式的重点。这段程式码的功能是将指定的 camera 画面渲染成一张带有透明背景的 PNG 图片并存档。它会先建立一个支援透明度的 render texture， 暂存 camera 原本的清除模式与背景颜色，然后把 camera 的背景设为完全透明，并渲染当前画面到 render texture。接着把画面像素读取到一张 texture 2D 贴图内。最后将其转换成 PNG 档案，写入到指定路径并还原 camera 的原始设定。创作的目的是可以直接输出一张具备的画面，用于后续素材制作或直接使用，而不需要额外的后置处理。我们可以直接截图看看效果。可以看到这个截图方法是可以变成透明背景的效果，是不是很方便？接着最后一个录影方式，这方法是 Unity 内建的功能，不需要写任何程式或花钱买插件，只需要在 Package Manager 这边去下载一个叫 Recorder 的插件，就可以使用录影的功能了。安装好之后，在 Windows 到 General 到 Recorder 到 Recorder Window 这边就可以启动 Recorder 了。使用方法也很简单，只要在这边设定好要录影的画面解析度位置之后，按下录影就可以了。这边就直接拿之前的专案来演示。可以看到，当我按下录影时 ，Editor 就会执行游戏了，并且最重要的一点是，它可以直接输出想要的解析度，而且音画是完全同步的。这用来录一些 gameplay 的画面是非常方便的。这边也可以看一下录完之后的效果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次影片的内容。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。